半生对手半生缘，一见寒霜14年。今日相逢同一笑，原来身世各烽烟。欢迎来到 Faker 背景板系列，这次的主题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在现代社会学传播学中，有一个概念叫做魔音 meme。当某个人的成就达到行业绝对顶峰，无人不知时，他的名字就会从专有名词变成了形容词。比如某个人游戏打得好，舞蹈好，意识好，那可以让大家快速理解的说他是叉叉 faker。例如中国 faker、日本 faker， 甚至会有刀圈的 faker、FPS 圈的 faker。faker 这个名字在电竞圈已经变成了一个强者、天才的符号。就比如偶尔会有朋友叫我 Joker， 仔细一看，最后的3个字母跟 faker 是一样的，说明我跟他的实力也是很接近的。言归正传，今天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就有着这样的绰号，被大家广为流传的称为北美 faker。比尔森本名 Solon Beer， 被誉为北美 faker。严格来说，比尔森并不算是我们常规认为的 faker 背景板，因为他并不是 faker 某个名场面的幸运儿。这个称号源于他在北美赛区长期以来的统治力，同时对标 faker 这个站在撸啊撸顶端的对手，他能展现出顶尖的个人实力，即便同台竞技也有不落下风的表现。如果你曾经看过他的比赛发挥，操作优秀，极少失误，游戏思路顶级，这样的选手在实力相对较弱的 LCS 赛区是当之无愧的 No.1， 所以比尔森便有了北美 faker 这个称号。但英雄联盟对于比尔森而言，最初并不是梦想，而是他残酷人生的避难所。比尔森1996年出生于丹麦，由于身材瘦弱，他在学校长期遭受同学甚至是老师的欺凌。他在自述中写道，在4、5年级的时候，我经常被欺负。作为一个瘦弱的小孩，你没法还击，你也赢不了。欺负我最多的是班上的男同学和老师。比尔森因此不愿意去学校，情况严重到让他患上了抑郁症和焦虑症。现实生活里备受欺凌的他，大量时间投入到游戏中，接触到了刚在欧洲公测的英雄联盟。2012年，16岁的比尔森加入了 CW 战队，首秀即用辛德拉拿下了5杀，一战成名。出道的同年，他就与 Froggen、XPK、Alex 并列为欧洲4大法王。这是一个废墟里诞生天才的故事，它的底色是悲剧的。在现实生活里，比尔森多数时候感受的只是痛苦，只有在召唤师峡谷里，他才能掌控胜负，赢回尊重。他的职业生涯从第一天起就带着一种证明自己不是废物的执念。这也解释了他为何之后这么刻苦，每天训练12个小时以上，以及在聚光灯下的极度内向。在早期的时候，比尔森多次拒绝采访，他害怕出现在镜头前面。而比尔森最早加入的 CW 战队整体实力有限，在欧洲的战绩并不佳。到了2013年底，比尔森接受了大洋彼岸的邀请，加入了北美邪教 TSM。加入 TSM 后，比尔森展现出了超越整个赛区的竞技水平。TSM 也在北美赛区成为了统治级的存在。比尔森的名字在这里成为了最受欢迎、最具影响力的 ID， 感受到了观众们的热情、粉丝们的喜爱。这是比尔森曾经无法想象的画面。这种被重视、被喜爱的经历，开始慢慢修补他因为被欺凌而破碎的自我认知。他开始变得阳光、自信、大方地在镜头前接受采访。离开了丹麦，离开欧洲，加入 TSM 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，这对比尔森来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职业发展，他的内心深处更想着逃离那个让他被欺凌的环境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幸运的是 LCS 赛区接纳了他，拥抱了他，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这个赛区整体实力偏弱，比尔森也愿意一直待在这里，在 TSM 效力了7年之久，因为 TSM 也让他有了家的感觉。虽然 TSM 在联赛里保持着绝对的统治力，但是世界赛多次的失利让大家把 TSM 称为大赛软脚虾。在 TSM 里，上路打野，下路辅助都可能是某场比赛的大坑，或者他们都是任何人都可能犯罪，但只有一个人始终保持着优秀的竞技状态，就是中路的比尔森。在撸啊撸里，一神带4眼这个说法最常用来形容的就是比尔森所率领的 TSM， 甚至有比较暴力的调侃，说他是孤儿院的院长。因为 TSM 的世界赛最常见的剧情是比尔森的顶尖发挥，即便压制了对位选手，也很难让队伍取得胜利。2017年 ，TSM 在世界赛上再度折戟于小组赛中。赛后，比尔森曾立下誓言，不进世界赛就不刮胡子。可能他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毒誓后来让他的胡子留了长达3年之久。S7 结束后 ，WLift 等老将离队 ，TSM 引入了欧洲第一下路组合 Zevon 和 Messi。然而这次的引援被证明是灾难性的。到了 S8 赛季 ，TSM 的统治力骤降，冒泡赛被 C9 3-0横扫，建队以来首次无缘全球总决赛。到了第2年的冒泡赛，又2-3不敌 CG， 仍然止步于 S 赛的大门之外。这是 TSM 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，比尔森的胡子也在这2年内越留越长，成为了他这段低谷时期的标志。然而这一时期的比尔森展现了一种沉默的坚韧，他没有像许多选手那样转会抱团，而是继续留在 TSM。这种一人一城的忠诚，在电竞这个浮躁的行业极为罕见。这意味着曾经被欺凌的瘦弱少年，从 loser 成长为了 leader。
到了20年夏季赛 ，Doublelift 回归 TSM， 加上新人打野 Spica 的崛起 ，TSM 在季后赛败者组上演了1穿5的奇迹。他终于刮掉了留了近3年的胡子，比尔森横扫了4个系列赛的 MVP， 且荣膺夏季赛季后赛 MVP。然而到了 S10 的世界赛 ，TSM 被分入 Fnatic、Genji、老干爹的死亡之组，0胜6负惨淡出局。小组赛结束后，镜头给到了比尔森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。英雄联盟毕竟是一款团队游戏，即便你是万中无一的天才，也依然会独木难支。但 TSM 给了比尔森家的感觉，我能理解他那份即便无奈也坚持不舍的心情。2010年，比尔森宣布退役，转型成为了 TSM 的主教练，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 TSM。而到了2021年底 ，Team Liquid 的下路选手韩萨姆说：“如果比尔森能打中单，我愿意和他一起。”比尔森也因此复出，加入了 Team Liquid 担任中单。到了22年底，比尔森又加盟了 100T， 与老队友 Doublelift 再度联手，一直到23年4月，比尔森再次宣布退役，正式结束职业选手生涯。比尔森的复出并没有为他带来第2个春天，他在 Team Liquid 和 100T 的表现只能说中规中矩，再未能达到 TSM 时期的统治力。但这次复出的意义不在成绩上，他复出的理由很纯粹，有朋友想和他一起打，他也觉得自己还能打，那就再来一场兄弟联盟。这不是为了钱或荣誉，而是对赛场本能的眷恋，或者说对改变了他人生，让他变得开朗的这款游戏的再一次聚会。从被迫退学的可怜少年到北美赛区的活化石，比尔森用这趟复出之旅完成了职业生涯的闭环。他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北美 Faker， 他只想告诉观众，他还热爱着这款游戏，也可以继续在赛场上发光发热。前一段时间，美国电竞联盟正式成立，比尔森也成为了董事会成员之一。他不仅仅是一名英雄联盟的职业选手，俨然成了玩家们心目中的图腾之一。北美 Faker 这个称号最初是从电竞水平的层面对比尔森的赞美，但当你了解他们2人经历后，你会发现他们更像是2条平行线的交响曲。官方在2015年制作的纪录片《传奇正胜》，其中有2集将有着相似经历的2人放到了一起，而第4集的标题正是 Faker and Beerson King 国王之路。Faker 是单亲家庭，性格内向，高中时期被描述为安静到近乎孤僻的学生，且他的家庭条件一般，曾申请学校的免费午餐，家境一般又不善交际，游戏成了他最能沉浸其中，也是成本最低的娱乐方式。最开始说到打职业就是为了赚钱。比尔森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霸凌，甚至产生了抑郁症，将大量时间投入到虚拟世界中逃避现实。他们的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不是追逐梦想，而是寻找一个能接纳自己的地方。他们都是主流社会的不适应者。同样的天才少年，一个首秀就单杀了赛区第1的队伍选手，之后双节之战的名场面，同年夺得全球总决赛冠军。一个首秀拿下5杀，一战成名，同年被列入欧洲4大法王。2人都是出道即巅峰，且常年保持着高水准的竞技状态，在赛区的绝对统治力，即便队友状态不佳时，自己也是绝境下的主心骨。而同样在低谷时期经历队伍重建的混乱，却仍然选择坚守，一个是 T1 的图腾，一个是 TSM 的旗帜，一人一城的忠诚是2人的又一个标签。在电竞这个转会频繁的行业里，2人都展现了对母队近乎偏执的忠诚。这种忠诚并不是被动的，Faker拒绝了无数的报价，比尔森在低谷期也没有转队抱团，他们选择带着队伍重建，而不是去一个已经建好的队伍。一个是因为战队最早向他抛出橄榄枝，一个是因为战队给了他家的感觉，都是因为懂得感恩所以忠诚，说明他们有着难能可贵的赤子之心。2个人的经历如此相似，所以北美 Faker 这个称号不单是从竞技水平的层面去描述2个人，他们2人的故事就像是2条平行线的交响曲，有着一样的主旋律，从被欺凌孤僻的少年到天才出道，到赛区统治之后低谷坚守，最后成为有着赤子之心的领袖。2人有着相似的经历，甚至某些相似的品质，同样的忠诚和努力，同样的天赋和操作。人的经历故事会相似，但终究不是完全相同。最终 Faker 成为了英雄联盟的神，而比尔森成了悲情的北美王。比尔森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你可以做到所有正确的事，努力、感恩、忠诚，永不放弃，但最终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由你掌控。而比尔森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，他在明明知道这个事实的前提下，依然选择坚守，这是一份高贵的品质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这才是北美 Faker 的真正含义。比尔森不是 Faker 的影子，而是另一个版本带着伤痕的不那么完美的传奇。观众现在常常用沙皇来比喻 Faker， 一方面是这个英雄的背景契合，另一方面得益于 Faker 使用沙皇式的出色发挥。而多年前，沙皇就已经在 SKT 这个俱乐部获得了冠军皮肤，但这也是俱乐部里唯一一个不属于 Faker 的中单皮肤。而这个能跟 Faker 一起同队同位置拿到冠军皮肤的选手，正是我们今天的第2位主人公 Easyhome。
Ethan Home 本名李之勋，他在大学期间主修数学专业。2012年，凭借英雄联盟韩服前3的高分，选择休学追寻梦想，辗转多个队伍，最终到了 SKT， 但期间都成绩平平。当时 SKT 实行的双子星制度，有2个战队。Faker 在的 K 队已经拿下了世界冠军，但 Ethan Home 还在为 OGN 的出现苦苦挣扎。2015年，拳头赛制改革，一个俱乐部只能有1支战队 ，SKT、K 队和 S 队合并。Ethan Home 并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留在了有 Faker 的队伍里。2人作为队伍里的中单，互相轮换。Faker 刺客出道，擅长进攻，在队伍里他是那把斩向敌人最锋利的剑。Ethan Home 更像是一个工兵，他寡言冷静，擅长发育型法师。在2014年一场大师赛中，他的炸弹人曾捕到703个，创造了当时职业赛场捕到纪录。他的风格像一台稳健精密的数据机器，甚至有了一个中路防御塔的称号。他的存在就是防御塔本塔。所以 Ethan Home 在队伍里是那个最稳定坚实的盾牌，有着锋利的剑和坚实的盾。2015年的 SKT 无往不利。这是 Ethan Home 职业生涯的最高光，但同时也可能是他最难受的时刻。2015年 LCK 春季赛决赛 ，SKT 对阵 GE Tiger， 教练组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他们决定让 Ethan Home 首发。在那个 BO5 中 ，Ethan Home 用他的蛇女和沙皇，以一种极具统治力的方式3比0碾压对手夺冠。Ethan Home 和 Faker 2个人作为中路，根据队伍的战术调整，互相轮换。但因为 Faker 已经名声大噪 ，Ethan Home 常被认为是 Faker 的替补。而这一刻，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被称为 Faker 替补的选手。然而，短暂的高光过后，残酷的现实紧随其后。如果说要选出一个改变 Ethan Home 职业生涯轨迹的瞬间，那一定是2015年全球总决赛的半决赛。在那场 SKT 对阵 OG 的比赛中 ，Ethan Home 作为首发中单登场，并有着稳定出色的发挥，帮助队伍取得了2比0的领先，距离决赛仅1步之遥。然而，就在第3局开始前，教练组做出了一个情理之中，但对他个人而言无比残酷的决定。第3局比赛换下了 Ethan Home， 由 Faker 担任中单。当 Ethan Home 走下场，准备继续下一局时，工作人员示意换人。他逆着上场的队员走向后台时，全场爆发的山呼海啸般的欢呼，喊着 Faker 的名字。后来他接受采访时说：“当我离开舞台时，我想，我到底在这个队伍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？是不是所有的人想看到的只有 Faker？” 这也成为了他后来决定离开 SKT 远走他乡的直接导火索。到了 S5 总决赛 ，SKT 对阵酷 Tiger， 所有的场次比赛都由 Faker 担任中单。Ethan Home 并没有上场，也因此在夺冠后，拳头制作的冠军皮肤里起初并没有 Ethan Home 的身影，因为当时拳头的默认规定，只有在最终的总决赛上登场的选手才可以获得冠军皮肤。Ethan Home 在知道这个消息后有些惊讶，但也欣然接受，毕竟对他而言，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太多了，也不差这一个了。可是粉丝们却不同意了。Ethan Home 的缺席引发了全球大量粉丝为其打抱不平，无数对冠军皮肤的声讨邮件涌向了拳头公司。在巨大的舆论呼声下，拳头发布公告，承认冠军皮肤最初的设计没有满足大家的预期，并宣布将收回当时测试服的 SKT 皮肤进行重做，同时明确地表示将为 Ethan Home 单独增加一款沙漠皇帝阿兹尔的皮肤，以表彰他是 SKT 夺冠路上不可或缺的一员。最终，包含 Ethan Home 沙皇在内的6款 SKT 冠军皮肤在数月后正式上架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，S 在冠军队伍里，只要上过场的选手都可以获得冠军皮肤。所有冠军皮肤原画里 ，Ethan Home 的沙皇是唯一一个背身也没有看向镜头的角色。官方用这种站位巧妙地描绘出了2人在2015年的真实关系。Faker 是 SKT 最闪耀的光，而 Ethan Home 是站在光背后的沉稳的影子。这个背对苍生的姿态，也意外地成了 Ethan Home 职业生涯的注脚。这让我联想到了《圣斗士星矢》北欧篇里的一对悲情兄弟。弟弟西渡作为开阳星的神斗士，享受着荣耀与尊敬，而哥哥巴度只能作为辅星，一个影子辅佐弟弟，甚至他的存在都不能被人知道，只能活在弟弟背后的阴影中。当然，这里只是原话给了我这样的感觉，实际上的情况肯定不至于这么的悲情。2016年 ，Ethan Home 离开了 SKT， 来到了彼岸的 LPL， 加入了 VG 战队。在 SKT，Ethan Home 是一块精密的拼图，他只需要融入一个成熟的冠军体系里；但在 VG， 他需要成为体系的核心与支柱。他常常是队伍里唯一的希望。2016年的夏季赛，他使用利桑卓拿下5杀，力挽狂澜拯救了队伍。Ethan Home 又多了一个绰号 ，VG 的救世主。但人力终有极限 ，VG 战队1年下来的成绩并不理想。2017年从 LPL 降级到了次级联赛 LSPL。这种情况我们都不说外援了哪怕是本土的核心选手，大概率都会选择解约转会。但 Ethan Home 并没有，在次级联赛的日子里，他保持自己作为队伍核心的竞技水平，同时认真地教新人打游戏。最终 Ethan Home 带领 VG 以次级联赛冠军的身份拿到了2018年重返 LPL 的门票。在观众的评价里 ，Ethan Home 是 LPL 最良心的韩援。甚至多年后的采访，Ethan Home 表示 VG 对他很好，没能带领 VG 取得好成绩，他很抱歉。
这是 Easyhome 最让人尊敬的一段生涯，他可以务实转会，继续留在有聚光灯的大舞台上，但 Easyhome 选择在次级联赛的角落里扛起队伍的压力，这足以说明他从来都不是逃兵，他只想证明自己能在另一片土地上建立城池，他也可以一人一城，他也可以燃烧自己的小宇宙，成为队伍的顶梁柱，即便这座城池最终并未能成为帝国。Easyhome 当时的国父 ID 叫日暮途远，出自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，很贴合地表达了他对自己人生的感叹：人生苦短，而梦想中的彼岸又如此遥远。但我认为他在 VG 已经展现了自己梦想彼岸的光辉。2018年，他与 VG 战队的合约到期后不续约，当时并没有举办退役仪式，只是宣布了离队。之后，他很快加入了苏宁战队，但身份不再是选手，而是助理教练。在电竞这个格外看重仪式感的领域里，他没有退役仪式，没有长篇的告别信，甚至没有在官方宣布退役2个字。他只是在一份平淡的离队公告里悄然完成了身份的转换。或许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像一个影子一般生活，低调沉稳，即便他是一个有着冠军皮肤的选手。但换一个角度想，这种悄无声息未必是遗憾。对于Easyhome本人而言，这或许正是一种他想要的结局，不需要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众的同情或致敬，只是安静的转身，在教练席上继续书写自己和电竞的故事，就仿佛他沙皇皮肤里的原画一样，留下了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背影。正如他在2015年离队采访中说的那样，他不想再承受那种山呼海啸般的关注与质疑了。一个曾经被满场 faker 欢呼声送下舞台的人，选择用一种最安静的方式告别赛场，这或许也是他对于过往命运无声的抗争。Easyhome 退役后长期作为教练在 LPL 发展，在之前的世界赛接受 LCK 主持志轩的采访，开玩笑说希望 LCK 的队伍尽快回去吧。可以看出来他现在是放下了执念，说起话来也风趣多了。我甚至觉得他可以学学安掌门那股厚脸皮的积极劲，逢人就说我要考考你，你知道和 Faker 同队拿到中单皮肤的人是谁吗？有趣的是，在2023年红牛杯表演赛 T1 对阵 NNO 主播队时，全队商量好选择带有 T1 冠军皮肤的英雄，而 Faker 选择了中单位里唯一一个不是自己皮肤的英雄，这被网友们视为对曾经老队友的致敬，正是影子皇帝 Easyhome。更有趣的是，正好我在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官方宣布 Easyhome 再次加入 T1。巧了吗？这不是？虽然他之前有以主播的形式加入 T1， 但这次是以教练的身份加入的。SKT 的2位冠军中单又以另一种形式再次相聚。曾经无法在队伍话题上沟通的2人，以后却要在这方面不断交流了。大多数的人都望着代表光的 Faker， 但有光的地方就会有影。虽然常被人们忽略，但它也是真实存在的。S5 的2个中单冠军，就像中国古代哲学里的太极图，阴和阳对立却又互补，互为根基，才达到了完美的平衡，拿到了代表完美的冠军。Faker 的光芒太过耀眼，耀眼让观众们称他为神，却和如此光彩夺目的 GOAT 比较，实在有些强人所难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能和神相比较的，又岂是凡夫俗子呢？从某一点上来讲 Easyhome 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：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毕竟他在和 Faker 同队伍、同位置的前提下，还拿到了独属于他的冠军皮肤。纵观全世界，这是独属于他一人的殊荣，只有他一个人做到了。那这样的人生，又何尝不是一个传奇呢？从 SKT 的影子皇帝到 VG 的救世主， Easyhome 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选择坚守，在不被看见的角落依然全力以赴。他用自己的职业生涯诠释了那句歌词：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他并不是 Faker 的影子，而是影子中的皇帝。因为 Faker 的背景板不计其数，而 Easyhome 是里面那个唯一背对苍生的皇帝。Faker 的人生就像是一本爽文小说里的主人公走到了现实世界，作为万众瞩目的主角，和他有些许相关的话题都会引起人们的热议。悲情的北美王比尔森、影子皇帝 Easyhome， 甚至可能还会有非洲 Faker、南极 Faker、外太空 Faker 各种 Faker， 这些和主角有着相似之处的出现，让 Faker 这本龙傲天小说显得不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，而是一个群星闪耀的舞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。比尔森让我们明白，电竞不只有登顶的神，弱小的自己也可以在废墟中重建，做到你所能做的一切，努力、忠诚与坚守，在风雪中亦可成长为守卫城堡的王。Easyhome 的职业生涯则是一段寻找自我的救赎之路，他曾活在那山呼海啸欢呼的阴影里，在影子中寻找自我，最后在异国他乡成为救世主，背对苍生的沙皇找到了自己的王座，成为了名副其实那个唯一和神比肩的影子皇帝。OK，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但浪花淘尽，青史留名，Faker 背景板的故事仍在继续。这里是天生爱情狂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，Goodbye by the good。